本频道承诺谢绝付费，抵制充电，无 PDD 无拼接，可放心观看。唐僧其实在第一难就死了，取经路上也根本没有要西天取经，就是一场阴谋。规则发布，不要相信猪八戒的话，世界上不存在高老庄，孙悟空是假的。如果发现他长出6个耳朵，请迅速远离，不要与他对视。当唐僧说出化缘时，请赶快砍下身上的血肉放到钵盂里，不要犹豫。夜幕降临时，白龙马的身上会长出脓包，切勿触碰到他的皮肤，找到真经，那是破解一切的关键。我回过神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，脖子上传来冰冷的触感，我用手轻抚，霎时间血液仿佛都凝固。只见我脖子上挂着一串项链，项链由几颗骷髅头串成，正牢牢地贴在我的肌肤上。这诡异的项链，还有刚刚所听到的规则，这是西游世界，我居然变成了沙僧。我瞬间急了，我想把项链扯下来，发现它仿佛焊死了一样，任凭我如何使力，项链都纹丝不动。这怎么办？这项链也拿不下来，我也回不去原来的世界。正当我要放弃的时候，脖子上的项链突然行动了起来，其中一个骷髅头发出了只有我才能听到的声音：欢迎来到西游世界，世界已被诡异入侵，唐僧师徒同样已经变异，若想活命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，不得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。西行路上并没有妖这种东西，你所见到的妖都不是真的。无论任何时间，你永远都不能放下肩上挑的担子，但不要去探究里面装着什么。抵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。骷髅说完后，很快便再次陷入沉寂，而我也终于搞清了目前的状况。看来我真的是穿越成沙僧了，而且这个西游世界好像还挺诡异。再说了，如此多的规则我怎么记得住？这可真是愁死我了。悟净，说说吧，为何这次花了这么长时间？我瞬间背下了一个机灵，连忙收回心神。唐僧正站在我眼前，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我。这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说自己已经不是沙僧了吧？那我不得被他们给分着吃了。我看向唐僧身后，一个猪头人身的妖怪正牵着白马，另外一个猴毛遍布全身，嘴里似乎还在嚼着什么东西，一股股黑色的液体顺着嘴角流下。沙师弟，你在前方探路，为什么用了这么久？是不是有什么妖怪？听到此话，我连忙否定，生怕因为回慢了把我吃掉。大师兄，前方很平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猴子听到此话，似乎放心多了，随后冲着师傅说道：师傅，刚才那4个菩萨就已经说，前方有一位法力通天的仙人要过寿，据说他有一棵人参果树，其上的果子能生死人肉白骨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我在一旁默默听着，推算出了大致的信息，那接下来就应该会前往镇元大仙的府邸，经历人参果树那一回。只是一切真的会如我所想那般吗？想到这里，我扭过头看向唐僧，他沉默片刻，随后缓缓点了点头，紧接着他对大师兄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悟空，那4位你可曾处理干净了？可别留下什么把柄。我猛然警觉，处理是什么意思？我眼角余光一瞥，我突然看到猴子嘴里吃着的东西，我似乎有些明白处理是什么意思了。师傅放心吧，已经处理干净了。唐僧满意的点点头，吩咐我们继续上路。我刻意拉开了与猴子的距离，在他身后挑着担子慢慢走着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唐僧为什么要问有没有处理干净？大师兄吃的不会真的是我所想的吧？一个极为可怕的真相缓缓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也是扑通扑通的跳。天庭的各路神仙呢？他们怎么样？不是说西行路上孙悟空总要去寻求各位仙人的帮助吗？如果那些神仙知道了这里的异状，能否来解救呢？我无法知晓答案，我知道了也没有用，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联系他们。我向前望去，大师兄静静走在前面，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视线。从外表看去，他和原著的孙悟空外形没有任何区别，只不过腰间多了一些兵器。那些碎裂的刀刃怎么那么像3尖2刃刀？那不是二郎神的武器吗？这下真的是把我整懵了，怎么二郎神的武器在大师兄的身上呢？我没忍住向他开口询问：大师兄，你身上怎么会挂着二郎神的兵器？天庭其他神仙的兵器你也有吗？猴子脚步一顿，然后转身看向我，师父和二师兄同样停了下来，有些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我待在原地，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。沙师弟，你在说什么？哪有什么天庭？那些神仙不是已经被我们吃干净了吗？你怎么连这都忘了？完了，事情的真相不是我能够承受的，这下坏事了。猴子似乎也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。我说你到底是不是沙师弟？怎么会连这种事都会忘？规则第1条，不能被他们发现我的真实身份。他一步步逼近我，一字一句道：从刚才回来开始，你就一直神色慌张，看我的眼神就好像看陌生人。莫非你不是沙师弟，而是妖怪冒充了他？话音刚落，他手中的金箍棒已经隐隐有些发光，这一棒下来可没几个人能承受住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用极为平淡的语气说道：大师兄，我就是悟净啊，你不是有火眼金睛吗？你肯定能够看出我的身份。刚才我确认过，这具身体除了思维是我的，其余地方都和沙僧一般无二。我打赌自己只是魂传，这具身体绝对是沙僧的身体。换而言之，我就是真正的沙悟净，我就不信你能看出什么名堂。猴子并没有因为我的话而放松警惕，他一步步朝我走来，耳旁开始隐隐有东西冒出来，紧接着一只耳朵的模样渐渐出现，我大惊失色。
心中立刻想起那条规则：孙悟空是假的，如果发现他长出6个耳朵，请迅速远离，不要与他对视。他的6只耳朵即将成型，下一秒我可能就会死在当场。我急忙闭上眼睛。大师兄，他就是沙师弟。此时一道声音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看见猪八戒正在劝阻着猴子。他身上没有妖怪的气息，你的火眼金睛一定是能看出来的。可能是沙师弟走久了有些劳累，所以说的胡话。猴子耳旁的肉团渐渐停止生长，随后彻底消失。猴子终于不再对我动手。确实是我多想了。悟净，我们在这里休整一番吧。好的，师傅。休息片刻后，猪八戒突然提出要去前方探路，这次他和我一起去。那你们早去早回，不要耽误了时辰。得了唐僧的应允后，他便和我迅速离开此地，直到已经距离唐僧很远，我们才停了下来。二师兄，你这么着急带我出来是要干什么？终于远离那2个怪物了，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句中的信息，远离和怪物，莫非他也是和我一样穿越来的？二师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猪八戒看了我一眼，我仿佛被他看穿了一样，不禁有些发怵。你不是沙师弟吧？我一愣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，因为我也不敢确定猪八戒到底是不是和我一样的人。虽然你的气息是沙师弟的，身体也和他毫无区别，但我总觉得你不是他。我的心咯噔一下，差点停止跳动。猪八戒这第6感真的太强大了，这都被他发现了。不知道从什么开始，这3界变得不一样了。大师兄某一天突然性情大变，师傅也愈发反常，一切都像是被什么东西入侵了一样，仙人全部消失，诸佛也不见了。二师兄，你就没有找菩萨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吗？我找过菩萨了，观音菩萨说他有办法解救我们。现在你赶紧把这担子放下，跟我回国老庄，菩萨在那里等着我们。只不过菩萨说必须要带着另一个没有受到入侵的人，所以我要确认一下。我还在思考猪八戒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他却急不可耐，再次发问。我说你到底是不是沙师弟？我刚想回答，一条规则却瞬间被我想起来，一句话如同惊雷般划过我的心头：不要相信猪八戒的话，世界上不存在高老庄。一瞬间，冷汗从我的背后冒了出来，我差点着了他的道。快说，你到底是不是沙师弟？快说啊，你快说啊！二师兄，我不太懂你的意思，师傅只是让我们来这里探路，现在确认前方没有妖怪，我们自然是需要回去的。猪八戒先是一愣，随后慢慢的扯起嘴角的皮肉，露出一个古怪难看的笑容。俺老猪和你开玩笑呢，我们回去吧。他跟在我的身后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默默走着，但我却分明从他刚才的眼神里看到了失望。他在失望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没有违反规则？他知道规则是什么？我感到一阵不寒而栗，真相我不得而知，但我对猪八戒的警惕程度更上一层。回到原地后，我和师傅禀报了前方的情况。师傅起身向着前方说道：那我们就接着赶路吧。一路无话，我们很快便走到了一处地界，面前有一座高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我一时间正在原地。这是万寿山武装观。不过等我抬头看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上面写的并不是武装观，而是生尸观。生尸观？不对啊，这里应该是镇元大仙的武装观啊，怎么会叫这个名字？我一时间愣在原地，再次不敢相信的看去，原本印着生尸观几个字不见了，现在变成了武装观。我们进入武装观内，只见2个童子走到我们身前，他们麻木地开口道：欢迎诸位来到我家主人的寿宴，今晚子时我们会邀请各位参加主人的宴席，共同祝贺他获得新生，届时我们将会分享关于里的人参果。有劳2位仙童了。唐僧被他们安排去休息了，我将白龙马拴在一旁，同时开始细细思索童子的话。他们口中的主人就应是镇元子，比肩3清的人物，眼下若是他没有发生诡辩，那无疑是值得信赖的最佳人选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口中的新生让我感到隐隐不适，而且寿宴居然选在此时开启，子时为夜，谁会选择在黑夜中开启寿宴呢？如今思考再多也是徒劳，也只能静静地等待寿宴的开启了。寿宴终于开启，猴子和猪八戒坐下后，我也找了个地方入座。怎么唐僧不在此处？还有这桌面的水和果子怎么如此怪异？我看向桌子上的水和果子，一股淡淡的腥味进入鼻腔，这不是喝的水，而是怀孕之后的那种羊水。我瞬间懵了。各位宾客可以先饮水解渴，此水取自女儿国的子母河水，有着同人参果一样的功效。子母河水？这怎么可能？女儿国是很久以后才会经历的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没等我做出反应，童子却突然跑向门口。有请贵客光临。所有目光聚集在了门口，我这才想起来，能和镇元子作为天地同寿之人，只要发现猴子和猪八戒的异常，我说不定能获救。门外走进3个人影，看清他们的脸后，我霎时间呆住了。这不是车迟国的3个妖怪吗？他们怎么能来到镇元子的寿宴？事情似乎变得越发的扑朔迷离了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算了，还是静观其变吧。宴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品尝人参果，吃掉人参果可长生不死。童子话音刚落，宴席上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吞噬声。车迟国3人吃下人参果后，3人的眼眶里开始渗出鲜血，我感到毛骨悚然，刚想起身离开时，沙师弟，这人参果甘甜美味，你若是不吃就太可惜了，你把人参果吃掉吧。二师兄，我实在是……拒绝的话涌到嘴边，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我突然感到一股无法抵抗的力量控制了我的身体，我这才想起来那条规则，不得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。这下怎么办？规则之力直接控制我的身体，那这人参果是非吃不可吗？我的手情不自禁地伸向人参果，眼看着人参果慢慢送至嘴边，我内心不禁升起绝望，我必须要破解规则。于是我张嘴喊道：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。宴席上的所有人蓦然一惊，
孙悟空更是不可置信，他僵硬的扭头看向我，似乎是在试图理解我所说的话。大师兄，你没发现后进来这3个人是妖怪吗？他们混入了人参园，目的就是为了抓走师傅吃掉。不仅如此，师傅进入武装观后就没有出现过，师傅已经不见了。孙悟空机械地站起身，死死盯向车迟国3人，金箍棒已经出现在了他手中。八戒别吃了，沙师弟你看好行李，我要去救师傅。他挥舞后盾，无数道棍影向着车迟国3人砸去，而我感到身上那股束缚已经悄然消失了，规则终于是被我破解了。规则里，我绝对不能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，即使我找理由推脱，那也仍算是拒绝。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出现一个新的请求，覆盖掉原有的请求，这样才能让我活命。我终于有时间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刚刚的规则让我消耗了不少力量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发现这些人虽然有所异变，但仍是会遵循《西游记》最基本的设定。原著里，当我说出师傅被抓走时，孙悟空一定会有所行动。按照设定，他会带着猪八戒打妖怪，留下沙僧看行李。原来看行李就是孙悟空对我的请求，所以这道请求覆盖了猪八戒的请求。我抬头看去，猴子一棒将3个妖怪直接打成肉泥。八戒跟我走，我们去救师傅。孙悟空从天上落下，他一把抓起猪八戒，朝着武装观深处飞去。宴席上只留下了我一人。突然，我的身后传来了一阵笑声，我猛地回头，发现是2个童子正在看着我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活吗？其中一个童子眼睛突然变得猩红，表情狰狞地对着我说道。我眉头紧皱，2个童子而已，就算是我只用沙悟净的身体也不足畏惧。可他们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走到车迟国3人化成肉泥的位置，站定后，他们2人互相掐住脖子，紧接着2人的头颅被生生扯了下来。疯了，他们疯了！我要赶紧逃离这里。我感到背生寒，迅速朝着门口跑去。那扇门近在咫尺，下一秒我就能跑出这里。结果门突然关上了。沙悟净，你的记性真差。规则是至高无上的，规则能杀了一切，从来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违反规则会死，遵守规则也会死。你以为遵守规则活了下来，可你是不是忘了还有另一条规则？我猛然想起，似乎规则有提到过，西行路上没有妖。西行路上并没有妖这种东西，你所见到的妖都不是真的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刚才叫孙悟空打杀的车迟国3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心头巨震，一股冷意直冲天灵，我被这话冲击得快要晕倒。童子的身形正在慢慢消失，然后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他们是养分，都是镇元子的养分。童子身形终于消失，这时地上的肉泥突然变成了一颗球，肉球向外冲去，在空中直接炸开化成水，接着天空更是下起了雪雨，地面上无数惨白的手从地底伸出，最后呈现出树的形状。这是人参果树，但是这树木全部由无数骨头组成，这是一棵人树。是谁提前唤醒了我？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在树中间有一个干瘪的人，正死死地镶嵌在树里，正是大家苦苦寻找的镇元子。似乎是因为我叫大师兄打杀了车迟国3妖，违反了这里设定好的剧情，所以才造成了镇元子的复苏。违背规则必死无疑，遵守规则吃掉人参果同样会死，逃避规则也会死。这世界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一条活路。留下来，留下来！无数的丝线向我袭来，死亡的气息已经包裹住我，我却找到了破解之法。我瞄准武装观的某个位置，急速飞去。留在这里吧，你不可能逃得开，没有人能从规则之下离开。童子的声音从树上传来，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赶紧飞向了一处，那是白龙马所在之处。我落在白龙马的身旁，此时的白龙马身上已经长满了脓包，我闪身躲在了白龙马的身后，所有的丝线瞬间扎在了白龙马的身上，天地都为之一寂。可恶，你干了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整棵人参果树开始长出密密麻麻的脓包，脓包慢慢破裂，里面都是一只只黑色的虫子，眨眼之间整棵树都被啃食干净，那些虫子又纷纷回到了白龙马的身上。孙悟空与猪八戒很可能没有死，如果我想要破除一切规则，就必须要远离他们，找到真经，那才能解决一切。可他们几人根本就不是为了取经，我们一路西行，到底是为了做什么？我挑着担子，用尽浑身力气逃离了此处。这西行之路我自己走。抵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，找到真经，那是破解一切的关键。这2条规则冥冥之中一定有联系。猪八戒的话是假的，他曾经说过诸佛全部都消失了，那反过来诸佛应当并没有消失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，那这位佛如今身在何处呢？这些东西现在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看来只有到了灵山才能知道所有的答案。想到这，我默默收敛心神，向远处飞去。我没有贸然前往灵山，而是在西行路上的各个地方走上一遭。第一站便是大唐，我潜伏在暗处观察着所有人，朝堂上的所有臣子都重复着相同的动作，宛如提线木偶般被人操控。唯一一个特殊的人是李世民，他时常高坐在皇位之上，神色麻木地俯瞰着芸芸众生。如今已经观察了李世民3天了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，我得找个机会与他见一见。他见到我那一刻无比惊讶，但还是躬身道：金身罗汉佛，您来此处有何贵干？我顿时一愣，他唤我为金身罗汉，但我还是组织语言问：我想问问我师父当初西天取经的事情。这次轮到李世民愣住了，他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。师父，你师父是谁？唐僧、唐玄奘、唐三藏。您说的是我那贤弟？没错，正是他。不知唐王可否告知详情？您这尊真佛怎么会认一个死人为师父呢？您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我霎时间一惊，好端端的人怎么会在他口中变成死人了？我有些难以置信的开口：
死人？你说什么死人？西天取经14年10万8千里，不是唐僧一步一步走来的。西天真经那不过是骗天下人的故事罢了。至于唐僧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忘记了还是假的忘记了。他走出门的第一站就被和周围西面双叉岭的一伙盗贼杀掉了，尸骨无存。那一路上9981难的妖怪，莫非也是假的？李世民抬眼看向我，他虽然有点怀疑我说的话，但随即点了点头。妖怪？这西行一路上哪有什么妖怪啊？西行这一路只有人没有妖。大唐境外的匪徒，乌斯王国的流寇，吐蕃的强盗，狮驼岭的叛兵，在百姓的眼中，这些才是所谓的妖。听到李世民的话，我只觉得这一切如此的不真实。那我们以前西行的记忆到底哪来的？真经也并不是什么历经艰险取来的，而是你斗战胜佛、净坛使者3人从大雷音寺送来的。你们说这真经可以造福天下人，可以繁荣千万世，可原来所谓的永恒繁荣，就是将时间定格在同一天，并且在未来进行无穷无尽的循环，这就叫万世昌盛。我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原来这个世界的西游真相竟然是这样的，连唐僧都不曾从第一难里活下来。那我之前一路护送的高大僧人到底是谁？那真经呢？现在放在何处？只要找到真经，那很有可能一切都会被改变。李世民看了我一眼，随后转身说道：跟我来吧。真经就在那里，你可以自己去看。说完，他便起身离开。我走到他指着的那地方，果真看到一本经书。这本经书上没有任何一字，只写着一句话：规则之中有一句假话。一瞬间，无数的信息涌入脑海里。规则里面有假话，哪一句是假话？我低下头再次看去，下一页写着3个字：去灵山。有人应该和我一样，同样处在这个怪谈世界里，并且没有被感染入侵。真经应该已经被取走了，目前就放在灵山。但那人是谁？为什么他不能直接说出那句假话？一切谜团似乎都指向了灵山，看来我必须要去一趟了。到了灵山后，我看到了佛祖，看来那唯一的佛就是他了。佛祖，弟子想向您求取真经，以拯救众生。我预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也想了无数句回答的话语，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对方只是简单传来一个字 OK。 我猛然抬头，只见在我的面前，一个散发着璀璨金光的箱子静静搁置着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那真经就在里面。真经就在此处，你打开箱子自己拿吧。我压下心中的激动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，我眼中的惊喜之色缓缓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言说的恐惧。箱子里面没有经书，只有一把刀，还有一个钵盂。悟净，去帮为师化缘吧。当唐僧说出化缘时，请赶快砍下身上的血肉放到钵盂里，不要犹豫。我抬起头，上面的佛祖果然消失了，莲花宝座上坐着一个高大僧人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手起刀落，瞬间砍掉了手上的一块血肉。悟净，去给为师化缘。我立刻拿起刀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再度砍下了一块肉。可唐僧却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，依然重复着这句话。我只能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。如果我再不想出破解的规则，我很可能被削成人棍。又是一次割肉，我的身体摇摇欲坠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失去生机。规则里说要赶快砍下身上的血肉，可这血肉一定要我的吗？唐僧又一次开口后，我握紧手里的刀，用尽全力朝他刺去。唐僧似乎有些不可置信，下一刻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，直挺挺地倒了下来。我大口喘着气，现在只有2条规则是未知的了。抵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，无论任何时间，你永远都不能放下肩上挑的担子，但不要去探究里面装着什么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担子里的东西，这担子里究竟放着什么？我轻轻地将担子放下来，我打开担子，看到了里面的东西。我蓦然间瞪大双眼，感到一股冷意直冲天灵，里面居然放着的是唐三藏的人头。人头看着我开口道：悟净，是你吗？你是唐三藏？原来你不是悟净，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如今的3界已经陷入了不可名状的怪异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众生是一场游戏，万物也只不过是傀儡。我的徒弟们意识到了这件事，所以他们终结了我。终结了我之后，我才能真正的脱离束缚，真正的独立于6道。但他们却陷入了鬼迷之中，完全迷失了自我。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悟空生生吞掉了6耳猕猴，意识混乱之后诞生了一个怪物。八戒亲手毁掉了高老庄，干掉了里面的所有人，3界变为死地，仙佛全部发疯消失。唯一能够拯救一切的办法，就是杀掉我，让我超脱一切。我猜你应该是3界之外的人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离开这里的办法。你没有理由待在这里。我虽然心有疑惑，但还是走上前去，将耳朵扶在了他的嘴边。杀悟净，你违反了规则。他突然浑身散发黑气，而我早就料到这一切，瞬间躲开他。你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，居然躲开了我的攻击？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怀疑唐三藏，怪谈规则不会是无缘无故降临的。如果世界被污染了，那一定有真正的污染源。我初次来到这个世界时，石脖子上的人头骷髅告诉了我规则，也就是说，我脖子上的这些人头骷髅全部都是金蝉子的转世。换而言之，这些规则是唐三藏告诉我的。所以仅仅如此，你就怀疑是我？并非如此，在大唐经书里又给了我一道提示，规则中有一道假话，我拿捏不准哪一个是假的，所以唯有赌命。到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有一位佛，这句话才是假的。因为我的担子里存放着一颗头颅，一颗圣僧的头颅，所以这一路以来，灵山之前一直都有这2位佛。看来你还真是挺聪明的，居然能理清这些思路。其实我一直没有将自己算作在内，直到李世民提醒我，叫我金身罗汉佛，我才知道真经已经取完，所以我也算是一位。
还有武装观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，就只有你不在。那时候我就已经有点怀疑你了。沙悟净，不得不承认你确实聪明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唐僧的头颅飞向空中，地上的唐僧身体也向空中飞去，居然就这样变成了他的身体。新的唐僧浑身散发着金色光芒。其实这一路上，我的头颅都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只是让你看到你所想看到的罢了。唐三藏，你还记得前面9世的事吗？难道你以为现在一切都被你掌握了吗？难道现在没被我掌控吗？这个世界已经被污染了，而我手中却掌握着规则之力，我完全可以用这道力量开辟一个新世界出来，到时候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而且你现在已经违背规则了，你即将遭到抹杀。规则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人有效，我的灵魂早就不是沙僧，如果会被抹杀，我又如何能活到现在？咱俩谁被抹杀还不一定呢。我话音刚落，双眼猩红地盯着他，我的身上一道强有力的力量出现。我的灵魂是以沙僧的身体为载体，他的身上早已有了一道针对你的规则，他就是你的克星，已经吃掉了你9世，如今再将你吃掉，或许就能找到离开这世界的办法。唐僧听完我说的话，似乎也有些惧怕，毕竟吃掉了他9世，我身上难免真有什么规则是针对他的。你是这世界诡异的源头，现在只有干掉你，或许才是我离开这世界的唯一机会。我伸出手，手上散发出一股巨大的吸力。唐三藏眼中布满惊恐，他似乎真的无法自忍击，我一把掐住他，猛地张开嘴，一口狠狠咬上去。霎时间，他的身体被我咬爆，一道金光爆开，唐三藏已经消失不见。如今吃掉了第10世的取经人，似乎有一道新规则孕育而生，莫非我能离开这世界了？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请隐藏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不是唐僧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一道光给卷走，带去了另外一个位面。猴子的天命已被诡异所侵略，6根皆是魔化一变，现在的猴子只是一具行尸走肉。你已进入西游世界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，小心队伍里的第5个人，大师兄会保护你，不要拒绝他的要求。八戒说散伙时，尽快给他大量血肉，绝对不要和沙僧说话，隐藏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不是唐僧。我的意识回归，突然头炸裂般的疼痛，我费劲的睁开眼，看到身旁有一只猴，一头猪，一个头陀。不会吧，我这是穿越到西游世界了，还穿越成了唐僧？师傅，你醒了。我刚想回答，突然想起第4条规则，不要和沙僧有任何交流，于是我没有理他，转头看向猴子。悟空，为师这是怎么了？师傅，谁是悟空？令人感到诧异的是，孙悟空居然不叫这个名字，这下轮到我懵了。大师兄，我就说师傅被那假猴子打坏脑袋了吧，你还不信？是呀，为师头痛欲裂，神志不是太清醒。我缓缓站起来，这才发现自己刚刚坐在一滩血肉碎骨之中，3个徒弟的嘴角沾有血迹。八戒看我的眼神尤为贪婪，像是看着一样美味的食物。我就叫大师兄啊，不过如果师傅你喜欢的话，以后就叫我悟空吧。好的，悟空。我不敢拒绝，看到他们的凶样，我生怕节外生枝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为师现在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？师傅，你刚刚被假猴子打晕，大师兄和假猴子一番苦斗，再加上佛祖出手，这才将假猴子制服，然后大师兄一棒子把假猴子打死了。经过八戒的描述，我不禁思考起来，刚刚打晕我的真的是假猴子吗？还有地上的血肉，原本的唐僧是不是已经被他们吃掉了？根据第2条规则，大师兄会保护我，所以应该不是他打死的我。可是一瞬间，我又想到那几条规则里，对八戒、沙僧都是直呼其名，却只用大师兄指代猴子。难道在这个西游世界里根本没有孙悟空？我看向牵着马的八戒，和另外2个徒弟相比，他是目前看起来最正常的人。我决定以他为突破口，套取更多情报。你们吃的是什么？闻听此言，八戒脸上似乎闪过一丝紧张，但是还是笑着对我说：“师傅，不要误会，是女儿国送我们的人丹啊！”人丹那是何物啊？八戒举起一条臂膀向我展示，在他手上赫然是一条还没啃食干净的残肢。我忍住作呕的冲动，这怎么使得啊？师傅，这算啥？万寿山武庄观有棵人参果树，徐仙里调音的治的，延至3000年，献祭3000年，最后再至3000年。闻一闻都延寿100年呢。沙僧这时候也是接过话茬，开心地说道：“不知道能不能托师傅的福，到关里吃上一颗，我可失馋了好久了。”我强压着干呕的冲动，开始思考规则中所提到的东西。小心队伍里的第5个人。按时间顺序来说，沙僧是最后一个加入队伍的，禁止与他有任何交流的规则，也说明了他的危险性。按边缘程度来讲，白龙马或许是队伍里的第5人。原著的某版解读里，真悟空在这里已经被打死，假悟空加入取经团队。我看向一言不发的大师兄，难道他才是第5个人？我的头又开始隐隐作痛。眼下看来，这3人一马没有一个是正常的，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师傅，我们快到了。前面探路的猴子声音传来，给我的思绪打断。悟空，快到哪里了？我只是随口一问，心下盘算着，下一难应该是火焰山了。上西天了，师傅。猴子没有对我动手，我冷汗也被吓没了，生怕他们一言不合就把我吃了。又走了2-3里路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寺庙，寺庙的牌匾上写着3个大字：雷音寺。他们3人脸上的喜悦不像假的，可是只有我清楚，这可是黄眉老祖的小雷音寺，也是西游记中最凶险的关卡之一，就连孙悟空都被困在金牢之中，险些丧命。眼看离小雷音寺越来越近，这个危险的地方我可不想去。情急之下，我突然开口：“
悟空为实看这荒山野岭的，出现寺庙很是突兀，不可擅入，恐遭毒手。师傅，你看这雷烟之景，怎会不是灵山？要是不诚心拜佛，怎么取得真经？猴子突然眼睛发黑，七窍开始流出黑色的血。完了！我瞬间大惊失色。师傅，你的心不诚。我刚想再推脱，脑海里闪过第二条规则：大师兄会保护你，不要拒绝他的要求。拒绝的话会怎样？被规则抹杀，或者被猴子打死。悟空啊悟空，怎么你换了个人后，连火眼金睛都没了？我哀叹一声，只能跟着猴子走进去。不多时，便来到了大殿。踏进门的那一刻，脑海中突然响起声音：取经人进入小雷音寺，增加以下规则：第一，佛祖不是肉块；第二，我佛慈悲，禁止取经人跪拜。我正在细细体会，还没等我回味过来，身后传来猴子阴恻恻的声音：师傅，你怎么还不跪下？又完了！我汗流浃背，规则怎么会制造必死的局面？大殿中央端坐的如来是黄眉大王假扮的。如果我下跪，就违反了禁止取经人跪拜的规则；如果我不下跪，就拒绝了大师兄的请求。我抬头看去，冥冥之上的存在似乎想利用规则直接杀死我。既见如来，为何不拜？师傅，你拜还是不拜？猴子已经双眼发红，似乎我再不跪下去，他就要暴走将我吃掉。阿弥陀佛！我念了一句佛号，大大方方的拜了下去。整个大殿都开始震动。黄眉这时候察觉了不对劲，因为我安然无恙的站在原地，没有遭到抹杀。新规则禁止取经人跪拜，猴子要求我必须下跪。可与此同时，还有一条规则：你不是唐僧。是啊，我都不是唐僧，那我自然不是取经人了。想想也是好笑，你们禁止的是取经人，跟我打工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根本不是唐僧，你到底是谁？猴子也狂叫一声，掏出金箍棒，对我虎视眈眈。我心脏狂跳，想起进入西游世界时的第5条规则：隐藏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不是唐僧。佛祖贫僧唐玄奘自东土大唐而来。听到这句话，猴子的眼睛恢复了清明，就在我身前和黄眉对峙，成功了。没想到利用规则，让大师兄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你们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？只见一副金挠从袖中飞出，转瞬铺天盖地向我们笼罩而来。师徒4人就这么被困在了金挠中。师傅莫急，待俺老孙出手打破他这金挠。猴子好言安慰，然后打了一通，金挠一动不动，他恨恨地盯着我们，似乎在怪罪我们把他拖累了。八戒赶紧打圆场：猴哥莫心急，你把那5方揭谛、6丁6甲都叫出来，一起想想办法。西游记原著中，唐僧看似肉体凡胎，实则除了3个徒弟之外，还有诸天仙神随身护佑。好，就依你说的办，我现在就召唤他们。猴子念念有词了一阵，变得更加烦躁起来，因为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人理俺老孙。怎会如此？金挠虽然神奇，却也不能隔绝和外界的沟通。难道我们被诸神抛弃了？师傅怎么办啊？沙僧在旁喋喋不休，只有八戒比较安静。对了，八戒呢？我回头看去，他正伏在地上，身躯不断胀大，鬃毛疯狂生长。师傅，咱们散伙吧。规则曾说过，八戒说散伙时，尽快给他大量血肉。我忍不住想拿出一株植物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。怎么别人穿越都是逢凶化吉，到我这儿就雪上加霜，怕啥来啥呢？行李和白龙马都在小雷音寺外边，现在哪有血肉给他？突然旁边传来一股腥臭，沙僧见怪不怪，拿着自己的左臂就这么水灵灵的递了过去。二师兄，你这心态也太差了，慢慢吃，我的胳膊可长不了那么快。我对沙僧的信任突然增加了一些。八戒衔住断臂，一口就吞咽下肚，但他仍不满足，继续转向我。师傅，俺老猪跟你这一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险些把性命坏在这里，不如就此分家，俺要回高老庄过过逍遥日子去。闻听此言，我差点被吓死，然后他竟打量起我来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大师兄劳苦功高，头是他的，我要2条腿；沙师弟挑担有功，给他双手，我要躯干。这是要吓死谁啊？猪八戒嘴上说分家，内容却字字不离分尸。师傅，你快劝劝二师兄。我静静地看着猪八戒，没有说话。猪八戒却还在嘟囔着：2只手哪里够吃啊？悟空，快来救我！猴子眼睛猩红的看了过来，沙僧瞬间闭嘴。八戒虽然没有恢复身形，却也暂时压制了凶性。我心中狂喜，果然猴子会保护我，规则诚不欺我。虽然存在相当的危险性，但如果想活下去，这是我必须抱的大腿。师弟莫急，有人来救我们了。八戒啊，外面有很多血肉，等出去请你吃个够。我也赶紧安抚他，生怕他不讲武德偷袭我。随着一道亮光，金挠打开，我们又回到了大殿。对面的来客慈眉善目，敞着肚皮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我安下心来，弥勒佛是未来佛，西游世界中最高的存在之一，更何况他还是那假佛祖黄眉大王的主人。如果这个世界发生异变，他是最可能保持清醒的人。孽障，还不现出原形！大殿之上的黄眉不为所动，弥勒的脸上挂满恐惧，转身就逃，下一刻就从空中跌落下来，已经化成了烟雾消散，地下只剩下一些肉块。师傅，你没骗俺老猪，这些肉真好吃。猪八戒疯狂地啃食着那些肉块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外面有很多血肉，等出去请你吃个够。出来前，我曾这样向他许诺。
我本意是利用规则让失血化的八戒攻击黄眉，却忘了进门时就得到的那条规则：佛祖不是肉块。我的那句许诺被某种诡异的存在扭曲成规则，嫁接在了八戒身上，直接导致了弥勒的失败。我看向莲座上的黄眉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似感谢又似讥讽。此时的我有了一种最可怕的猜想：徒弟们快跑！我大喊一声，向外面跑去。3个徒弟如梦初醒，也一起跑向门外。身后传来恐怖的笑声，我拼命奔逃。跑出门的那一刻，潮水般的声音消失了。当我们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站在一片荒山里，白龙马在不远处的树下吃草，对面是3个面黄肌瘦的妖怪，正警惕地看着我们。施主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不知道吗？这里是狮驼岭。闻言我如遭雷击，我颤抖地说出了心中疑惑：我怎么从小雷音寺瞬间来到了狮驼岭？再说了，800里狮驼岭难道不该是满山妖怪、尸山血海？在哪儿听的这些传言？我们只是下凡，又不是落草为寇。你们个个神通广大，为何落得这步田地？天界被诡异所污染，神佛皆无法躲避。我们3人早早下界，躲过一劫。灵山呢？就连佛祖都无法镇压吗？诡异就是从灵山传出来的，你们说呢？我来说吧，你们可知佛也会圆寂，1小劫为1680万年，20小劫为1中劫，4个中劫为1大劫。大劫之末，佛祖也未能幸免，未来佛将在下一劫登场。有听说过一些，在佛最虚弱的时候，被天地滋生的诡异入侵，强大的求生欲让他异化一切，以此延续自身。如果说未来佛已经陨落，会怎么样？如果照你所说，那一切已成定局，无法更改，世界将被诡异吞噬。狮子精闻听此言，突然眼睛发红，似乎被诡异所侵染，一招就将没有防备的象精杀死。妖孽，是俺老孙吧！孙悟空上前和狮子精打成一片，我赶紧躲在后面去，直接对着八戒说道：快，八戒带着悟净上去帮忙。制造出无人干涉的空间后，我走到大鹏精面前，看着自家兄弟一死一伤，他似乎毫无悲戚。你没理由知道这么多，除非你不是。顺阳，我也有自己的规则。我没有继续说下去，怕引发任何不好的变化。你在等谁？在等我的宿命到来。可有把握？谈什么把握？无非是赌命而已。下一刻，天空霞光万道，仙乐奏鸣，大鹏尖笑一声，乘风而起，天空伸出一只手盖向大鹏。一道光芒闪过，大鹏消失不见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你觉得你能杀死我？手掌在我头顶上方停住，他不能直接杀我，毕竟雷音寺第2条规则，我佛慈悲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小雷音寺和假如来。我们刚刚到的就是货真价实的灵山，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只有灵山降临，才能轻易覆盖狮驼岭又消失。一根黑色羽毛从天空中飘落，是大鹏精的。我伸手接住，大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我失败了，玄奘，你会是破局的人吗？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规则里有一句假话。这个秘密很重要，但来得太晚了。在雷音寺事件之后，我就开始怀疑起某条规则，佛祖不是肉块。在弥勒被害之后，这句话显得太过欲盖弥彰。地面一阵颤动，大地开裂，3个徒弟把我护在中间，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我们眼前，远处是一座血气缭绕的高山。灵山和狮驼岭果然是同一个地方，满山妖怪，尸山血海，传言一直不虚。地上不知何时多了块石碑，刻着凌云渡3个大字，上面还有一些小字：你们已到达灵山，不要看河里没有尸。徒弟们，你们可看到什么了吗？师傅，不就是凌云渡3个字吗？悟空疑惑不解，八戒和沙僧也是一脸懵。我心下了然，没有多说，这次的规则大概率是针对所有人。灵山发生异变，为师想渡河一探究竟，你们可愿陪同？猴子性格好斗，当然叫嚷着前去。师傅带我去，我愿意陪同。奇怪的是，一向胆小怕事的八戒也没有吵嚷着说散伙。我抬头看见了徒弟们狂热的脸，以及掩藏不住的笑意。师傅，快去啊！看着我们干啥？就在我准备找方法渡河时，一个巨大的龟壳飘了过来，这是那通天河老龟的尸体。如此也好，至少不用回答他的问题了。现在的灵山可没办法给他答案啊。师徒4人牵着马，挑着担子，坐上了龟壳，慢悠悠地往灵山赶去。我看着距离还远，就迷迷糊糊的感觉要睡着了。圣僧，圣僧！听到声音，我慢慢苏醒过来，转头四处看了看，并没有发现什么人。圣僧，我在你身下。我瞬间有点懵，似乎是龟壳在和我说话。这只老龟肉身消亡，执念仍然附在龟壳上，等待我从灵山归来。圣僧，你有没有帮我问佛祖，我到底能不能成人呀？声音似乎有些急切，我不禁有点恍然，下一刻还是下定了决心。佛祖说你可以成人。水面躁动起来，黑色开始氤氲，不断有水花打在龟壳上。猴子和八戒都坐起来，直直地看着我笑。水下突然冒出一个人，正是沙僧，他嘴里发出桀桀的笑声。师傅，你终于肯和我说话了。绝对不要和沙僧说话，这是西游世界的第4条规则。我一直提防着沙僧的搭话，从未掉以轻心，却没想到看似人畜无害的他，竟钻进龟壳之中骗我说话。回想起这段日子，沙僧似乎越来越焦虑，他在急什么？嘴里说着有什么快到期限了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我成了，我终于成了。沙僧爬起来，朝天大喊，神情满是兴奋。悟空和八戒仍是冷冷的笑着，却不行动。你是佛祖的人？不对，我跟那2具行尸走肉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则。猴子想杀你，猪头想吃你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受到保护唐僧这一规则的限制。你知道这种规则相互冲突的痛苦吗？让我们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。为师自然是知道的，只有我最有机会破局，利用规则
色的冲突和覆盖杀掉你，结束这漫长的折磨。那你的规则是什么？当唐僧和你说话时，将他杀死。只要杀了你，我就能赎清罪过，回归天庭。你刚才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往河里看过？他狐疑的往身后看了一眼，神色变得极度惊恐，一领袈裟举过来，把他拖了下去。不要看，河里没有尸，我分明记得原著中唐僧在河中看见了自己的尸体。如果没有尸体，那到底是什么禁忌？下一刻，我知道了答案。一个僧人出现，长相装束和我别无二致，身上佛光涌动。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是金蝉子，也是唐僧。小心队伍里的第5个人。得到这具体事后，我怀疑过悟空和猪八戒、沙僧，甚至白龙马，却没想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。金蝉子随意挥袖，将诸侯白马打成肉泥，这等实力展现，我也是生不出反抗的心思了。他们分食了我的肉身，自然以为我已经死了，哪知我一直在凌云渡等你。一声霹雳在心头炸响，我把很多事慢慢串联起来。你假借被杀金蝉脱壳，就是为了这一刻替代我？不是替代你，是融合你。或许是觉得胜券在握，他将缘由娓娓道来。讲经大会上，因为一些小错，如来罚我10世轮回方可成佛，可我在第9世就已得到，又怎肯再堕入轮回，为他人作嫁衣裳？所以你就把我拉入这个世界，让我代替你完成这一世轮回。不错，你就是原本的第10世，未来的我。不知何时，金蝉子手上多了一串项链，上面穿着8个白森森的头骨。前8世早已和我合为一体，再加上未来世界的你，我就能功德圆满，真正成为未来佛。原来是你设计谋害了弥勒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却也豁然开朗。正因他是我的前世，有心算无心，所以才能通过我发布扭曲的规则。你该知足，等贫僧成佛，唐僧再无转世，下一世的你本就不会存在。虽然短暂，至少贫僧给了你1世的人生。你不是唐僧，胡言乱语可不像你的风格。如果你是唐僧，那我问你，孙悟空是谁？悟空他是。他突然脸上出现痛苦面具，整个人颤抖起来，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了。真正的唐玄奘怎么会不记得孙悟空？金蝉子，你不是得道，你是入魔了。场景一换，我出现在大雄宝殿里，大殿空荡荡的，诸天神佛似乎都失去了踪影。金蝉子端坐在中央的莲台上，身影虚实交替闪烁，越来越快。金蝉子，你欺师灭祖，应堕阿鼻地狱。欺师灭祖又如何？这家伙死了都不安分，屡次阻挠我杀你。为什么规则会彼此冲突？为什么徒弟们既想杀掉我，又必须保护我？我豁然开朗，我和他们的斗智斗勇只是小打小闹，真正的战争是2个大人物之间规则的博弈。唐玄奘还不速速归来，10世合一，归为唐僧。金蝉子一声大喝，只是瞬间，我的身体被打成碎末，连同意识也模模糊糊汇入他的身体。对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规则，我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。一根黑色的羽毛从我身上落下，飘到地上。等等，我还有救！大鹏精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，规则里有一句假话，隐藏你的真实身份。你不是唐僧，实际上我就是唐僧。问题不在于我是谁，而是规则运转之下我是谁。我这样想着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如今的我终于成就10世道果，即将成为未来佛。金蝉子难掩兴奋，但是下一刻脸色骤变，一道白光从他身体中出来。你居然拿走了我一半的道果，快还给我！我早说过，金蝉子，你入魔了。白光消散，我的身形从白光中显现。此时的我浑身光芒笼罩，俨然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。真是好算计，假意被我吸收进身体，却趁机夺取我5世道果。唐玄奘，你一介凡人能走到这个地步，属实是难得。确实是好算计，你也不差，但是结局是属于胜利者改写的。如果有下一世的话，你可否告诉我孙悟空是谁？如果下一世遇到转世的金蝉子，我会告诉他的。但是你这域外邪魔不配知道。金蝉子凄然一笑，缓缓闭上眼睛，等待着他的将是再次轮回转世。我轻轻的一挥手，以5世道果之力将他包裹，送入了轮回之路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金蝉子有缘再见。猴子3打白虎是盲僧是西游最大的反派，西天取经之路只是一次次诡异的循环。你已穿越西游世界，想要在这里活下去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：西行路上有一个死人，请找出他是谁，不要相信师徒5人的话，请仔细甄别，骑着白龙马的人未必是唐僧。如果发现猪八戒长出第2双眼睛，请避免与其对视，若不幸对视，请挖下他的眼珠。请记住，西行路上只有师徒5人，若出现第6个人，一定要杀掉他，吃掉唐僧肉便可以活下来。你是一具尸体。我一时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山洞之中。刚刚规则的最后一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尸体是什么意思？我这是在哪里？话音刚落，一瞬间大量记忆涌入我的脑中，我头疼欲裂，一种奇异冰凉的感觉出现，我竟然化作一具没有血肉的白骨。我双手不敢置信地往头上摸去，手上传来冰冷的触感，我身体微微颤抖。一个诡异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眼前，我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人皮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谁家好人穿越会变成一具白骨啊？我惊恐地站起来，一块晶莹的骨片被我抖落下来，我随手接住，发现上面写了一些字，请扮演好你的角色，不要轻易相信神仙的话，你头顶上的并不是天庭，请杀掉鬼，你将获得重要的线索。但请注意，鬼并不在地府，不要离开白狐岭，更不要靠近灵山。在我阅读完所有规则后，那骨片便化作一团飞灰消散了。而此时我也渐渐明白了当前的处境，现在的我不是人，而是一只妖。原著中，师徒5人在经过白狐岭时遇到了一只化为白骨的女尸，她化作凡人3次力荐唐僧师徒，最后被孙悟空一棍打得灰飞烟灭。所以我现在就是白骨精，那个尸魔。可是就算成为白骨精就算了，那些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真的要吃掉唐僧才行吗？还没等我想出答案，我突然感到身上传来一阵轻微的痛感。我的身体这是怎么了？好疼！
下一秒，无数血肉与人皮疯狂地从我身上长出，最后我化作一具完整的肉身。我从一具白骨变成了一个妙龄少女。一条规则在我的脑海里静静浮现，请扮演好你的角色。终于有肉身了，这下感觉好多了。我站起身，目光远眺，在东方看到了5个如尘沙般渺小的身影，正缓缓朝着白狐岭走来。这是3打白骨精的第一次，施谋化作妙龄少女去哄骗唐僧吃下斋饭，然后想要将他带回白狐岭煮熟吃掉。果不其然，身后便出现了一盒斋饭，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。我拿起斋饭，朝着师徒5人的方向快步走去。不对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，前方似乎并不止5人，甚至还隐约听到了女人的声音。师徒几人中怎么会有女人呢？我感到有些毛骨悚然，一种未知的恐惧油然而生。我想回去，但是又怕规则将我抹杀。既来之则安之吧，先按规则行事吧，反正我也没得选择。念头通达之后，我壮着胆子接着大步向前走去。很快我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我看到白龙马停了下来，他的马腿上不知为何长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脓包，仿佛密密麻麻的虫卵般触目惊心。白龙马身上一个高僧模样的人正死死地盯着我，身旁则是穿着怪异的2个家伙，一个脖子上挂着10颗骷髅，神色麻木地扛着行李，像是一具木偶；另一人则是猪头人身，难以掩盖的腐臭味从他身上传来。3人的目光齐齐投向了我，一时间都没有开口说话，气氛陷入诡异的寂静。长老，你们可是要经过前方的白狐岭，前方路远崎岖，我家刚好住在此地，这斋食你们可以先行拿去充饥。我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故作镇定地开口对他们说道。按道理说，下一刻猪八戒应该凑过来的。在我说完这番话后，几人仍是没有回答我，而是依然沉默地站在原地。我心里愈发着急。按照原著，孙悟空应该就在这附近找野果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如果他会来看到我，只一眼便能看破我的伪装。女施主说的没错，师傅，不如我们就受了人家的恩惠吧，毕竟我们也很久没吃东西了。这时，一道声音轻飘飘地传了过来，原来是猪八戒开口了。他的双眼贪婪地在我的身体游走，目光中迸射出一种贪婪的欲望。这猪八戒有些不对劲，他不盯着这吃食，盯着我干啥？他不会是想吃我吧？我顿感不妙，这种欲望不像是欲念，反而更像是一种极为浓郁的食欲。猪八戒看也不看那斋饭，反而径直朝我走来。女施主真是心地善良，我在此多谢你了，毕竟没有人会去绝送什么类的食物。我的身体颤抖不已，正当我想离开时，天空中突然飞来一个矮小的身影，手里提着一根血色棍棒，棍身上残留着一些暗红色的血迹。不好，孙悟空会来了，那我岂不是要被活活打死？果不其然，孙悟空也缓缓朝着我的方向走来。我害怕地闭上双眼，可想象中的那根如意金箍棒并没有落在我的头上。我睁开眼睛，正好对上了孙悟空的那张脸。这孙悟空怎么会是这副模样？我霎时间被吓得魂飞魄散，他的脸上流淌着2行猩红的血迹，原本应该是一对火眼金睛的眼眶，此刻竟空荡荡的，里面空无一物。他的眼睛被挖掉了。八戒，你在干什么？大师兄，我这不是在武装关没吃饱，那人参果和子母河水太不顶饱了，正巧这位女菩萨来送食物了。他和孙悟空说完，突然他转过头看向我，有些意味不明地说：只不过这位女菩萨一直在抖，莫不是有什么心虚的事？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从猪八戒的身上出现，我是真的开始害怕了。难道你是妖？下一秒，异象横生，他的脸皮突然裂开，2个鼓动的肉球向外涌出，竟是2个眼珠。紧接着，那双眼睛直接对上了我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如果发现猪八戒长出第2双眼睛，请避免与其对视；若不幸对视，请挖下他的眼珠，那眼睛已经要马上睁开。我强忍着身上那种不可抑制的恐惧，为了活命，我和你拼了！我奋力地刺向他第2双眼睛，毫不费力地弯下了他的眼珠，使出全身力气将其扔了出去。大师兄，我没看出这女施主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应当就是此地普通的人家。我猛然抬头，听见了猪八戒的这句话，他的脸上明明还有2个黑洞洞的口子，但他却好像丝毫不在一般，淡然开口：既然你也说他不是妖怪，那我们就受了人家的斋饭，然后便再次上路吧。猪八戒点点头，随后便从我身旁掠过，捡起了那盒斋食。我先是一愣，随后便大喜过望，我遵守了那条规则，所以危机解除了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女施主的斋饭。我急忙低下头想要回礼，心里却突然传来一种怪异的感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我遗忘了。我努力去回想，终于想到了一件事。规则说过不要相信师徒5人的话，他们刚刚说的是假的。对面传来一阵极力抑制的笑声，随后发现被发现了，更是放肆大笑起来。猪八戒笑完后直勾勾地盯着我：女菩萨，你被骗了。紧接着他的身体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发生变化，一个的小包从他的身上长了出来，下一秒所有的鼓包开始裂开缝隙，一双双眼睛从他的身上逐次睁开，随即遍布全身。完了，刚刚那双眼睛是用来迷惑我的，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。此刻他已经完全不再维持那猪头人身的形象，而是变成一只身上密密麻麻长满眼睛的怪物。我已经长了太多双眼睛了，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双眼睛最先长出来的。一股凉意直冲天灵，我想要快步离开此地，身后一根金箍棒狠狠砸向我的脑袋。
袋，我的意识再次陷入混沌。既然第一次失败了，就赶紧活过来，再变成其他人去吃唐僧肉。我的意识又苏醒了，一醒来就听到一道声音传来，发现面前竟是一座辉煌的天宫。将那弯下来的眼珠捏碎，不要留下。我低头，这才发现那被我远远扔掉的眼珠，不知为何还在我的手里。这里似乎是天庭，那和我说话的人应该是神仙吧？果不其然，一道身影从那天宫中飞出，仅仅是一道目光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穿透我的灵魂。从那人的身上传出海啸般的压力，他的站姿就能看出来强的可怕。他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看破梦境与现实的交汇，撕裂层层虚妄，直刺我的躯体。这是清源妙道真君，杨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三打白骨精是神仙设计的，规则也是他们制定的？我心中升起了无数个疑问，但是我突然回忆起来，我在那骨片上看到过一个规则，不要轻易相信神仙的话，你头顶上的并不是天庭。就我目前所知的信息看来，规则是绝对不能违背的。于是我偷偷将眼球藏在背上，抬眼看向二郎神，果然我真的发现了一丝端倪。虽然他的确散发着朦朦胧胧的神仙气息，一身装束与二郎神一般无二，但我总觉得有一点不对劲。我仔细注意着他的所有细节，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，他不是杨戬，他的三姐两刃刀去哪了？身穿战甲却不配兵器，并且直到现在他都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未动。想到这，我壮着胆子朝他走去，他没有丝毫动作，似乎是看不见我一样，而且他身上似乎并没有一种活人的生机。这状态有些不对劲，他的兵器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而且神魂似乎也没有，难道被什么东西吃了？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有什么样的存在可以把这群神仙的神魂吃掉？我心念一动，将藏在身上的眼珠拿了出来，那眼珠顷刻间变为了透明色。我透过那眼珠，将视线再次投射到了二郎神的身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在我视线中，天宫消失不见，没有来的时候的金碧辉煌，如今身后只存在一口巨大的棺材，而棺材前站着的杨戬，他的嘴巴与三只眼睛被黑色的针线牢牢缝住，整个人像是没有一点血肉。这也太诡异了，难道这才是真实的现象？谁的本领这么大，能够改变这一切？我用手轻触二郎神的身体，他的皮肤迅速干瘪下来，一道光爆开，只剩一张皮，一种未知的恐怖遍布我全身。我来不及挣扎，被那皮整个包裹住，陷入一片黑暗。睁开眼睛时，我又一次回到了白狐里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体，发现原本的血肉已经消失，我再次变回了白骨的模样。刚刚发生的一切太诡异了。猪八戒认出了我的妖怪身份，随后我便被孙悟空一棒敲死。我死后，不知为何出现在了那诡异的天宫，被一块二郎神的人皮发号施令，还叫我扔掉刚才挖下来的眼珠。想到这，我再次将那眼球拿了出来，它变成了雾蒙蒙的灰色，被眼皮牢牢包裹着，像是已经力竭。在我伪装成妮子时，猪八戒用眼球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身份，孙悟空的眼眶却是空的。透过这眼球，我迅速能够看出二郎神的伪装，我手里的这两个眼珠很可能就是火眼金睛。我感到头皮发麻，一系列谜团萦绕着我。我头顶的并不是天庭，也就是说天庭并不在青天之上，那天庭到底在哪呢？我刚才挖掉了猪八戒的眼睛，但由于我轻信了他们的话，违反规则，于是被孙悟空打死了。也就是说，违背规则会死。那么我还有几次机会呢？如果我3次之后都没有吃掉唐僧肉，那我很可能会被直接抹杀掉。正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时，突然感到一种不适感从身体里传来，我的身体里再次生长出许多的血肉，只不过这一次的形象大有不同。这是我第2次变化了，刚好和原著中对应，这次成了老妇人。我朝东方看去，一阵轻微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正朝着我的方向赶来。他们又来了。这一次我没有贸然暴露自己的行踪，我躲在一侧，谨慎地观察他们。世界如此诡异，他们真的还要去灵山取经？天庭都已经被那不祥的棺材浸染，所有的神仙都不见踪影，二郎神都成了那样的惨状，其他神仙又能好到哪里去？估计其他神仙也同样已经遭遇不测了。这些人都不见踪影，那灵山的诸佛真的还存在吗？那他们一路西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前方师徒几人中，白龙马背上的唐僧开口说话了：悟空，去给为师找个地方化缘吧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为师也想找地方休息一番。师傅稍等，我去就回。孙悟空听后拿起钵盂便起身离去。见到这一幕，我细细思索起来，既然世界已经改变了，那我也没有必要非按照原著剧情扮演老妇人走到他们面前自投罗网，我得换个法子。眼见四下无人，我生硬地运转起法术，凭空创造出一处庭院来，然后坐在院子中央。不一会，我就听到了门口传来一阵叩门声。我打开门，对上了孙悟空那空荡荡的眼眶。老人家，我师徒几人途经此地，师傅劳累，不知道可否在这里休整一番？不打紧，不打紧，师傅快请进来。阿弥陀佛。见我同意，他便双手合掌诵念了一声佛号。他转过身去，迅速离开了。他离开的一瞬间，豆大的汗珠顺着我的脸颊淌下，我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打湿。我猜的没错，没有了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果然认不出我的身份。我默默等待着几人的到来，没过多久，师徒5人便走过来了。唐僧对我道了一声谢，然后领着几人依次走进院子。天色不早了，几位长老还请吃下斋饭后在此休息一晚。猪八戒淡淡瞥了我一眼，并没有说什么，似乎他并没有看出我的伪装。猴子得到唐僧允许后，开口对我说道：那便多谢施主了。几位长老请在庭院里等一会，我现在就去准备斋饭。好的，麻烦施主了。我走进一个房间，伸出手发现那双眼睛不知道何时睁开了。看到他的那一瞬，我突然福至心灵。如果我手里的就是火
火眼金睛，那他应该能帮助我辨别一件事。规则曾说过，西行路上有一个死人，请找出他是谁，让我试试能不能找出来。我找到一个隐秘的角落，将火眼金睛放在了我的眼前，看向庭院中的5人，我仔仔细细的看去，试图找到某个人不对劲的地方。1、2、3、4，不对啊，怎么会是4个人？才看到一遍我就已经懵了，刚刚进来的明明是5个人，我不死心的再次透过眼睛看过去，依然只有4个人，杀物镜不见了。可是明明我用肉眼看去是5个人，但是用火眼金睛看去就只有4个人，那个杀物镜好像不是真的。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见到任何人与杀物镜说话，甚至连目光都没有投到过他的身上。我眼中的杀物镜似乎并不真实存在，难道他就是西行路上的那个死人，还是说他就是所谓的鬼？我将火眼金睛收起，心里想出了应对之法。片刻后，我从厨房走出，端上了3碗斋食。我将3碗斋食分别摆在了唐僧、孙悟空和猪八戒的面前，唯独没有给杀物镜准备。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反应，这般测试一下总归是能够知道一些。其他3人已经开始要吃斋饭了，唯独杀物镜面无表情，也没有动作，也没有人在意他。我心里愈发认定了自己的猜想。我愣神之际，杀物镜突然抬起头，瞪大双眼看着我，我被吓了一跳，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有些不知所措。杀物镜直直地盯向我，他扯起腐烂的嘴角，对着我做了一个笑脸。天色彻底暗了下来，但是一瞬间又消失了一状。刚刚他是不是对我笑了？而且那一下天空也发生异变，是我产生幻觉了吗？来不及多想，我将白龙马牵到马厩，随后安排了4个房间供试图几人入睡。夜晚降临之后，我丝毫没有入睡的意思。我看准时机，悄悄溜到唐僧睡觉的房间。我牢牢记着那条规则，吃掉唐僧肉便可以活下来。不论这规则是真是假，我都认为唐僧的身上一定蕴藏着巨大的秘密，脱离这个世界的关键很可能就在唐僧身上。我来的时候已经提前用火眼金睛看过了，他的几个徒弟都没在他房间守着，可刚一走出庭院，我就发现竟站着一道人影。杀物镜，他怎么会站在这里？失散了。他扛着行李，看到我的出现，他的目光迅速凝聚到我的身上。长老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？我听说你们接下来路途可是极为遥远的。杀物镜并不说话，依然沉默地看向我。我被他盯得有些发怵，不得已，我只能返回自己的房间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刚刚我明明用火眼金睛看过了，怎么他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呢？我不死心，再次拿出那双眼睛朝外看去，墙体在我眼里开始变成一片虚无。屋子里，杀物镜安静地躺在床上。随后，我的目光再次看向庭院，肉眼观察到庭院中有个杀物镜一动不动。我的大脑瞬间被震撼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2个沙僧？为什么会有2个沙僧呢？突然，我想到了一条规则，请记住，西行路上只有师徒5人，若出现第6个人，一定要杀掉他。眼下，这取经队伍里出现了第6个人，到底是什么逆天运气才能遇到这种事啊？恐惧瞬间占据了我的心神，我张开手，一把刀被我变化出来，我必须要干掉他，不干掉他，我就会违反规则，违反规则，我一定会死。我趁着夜色，用法术屏蔽自己的身形，悄悄地靠近他的背后，我举起手中的利刃，朝他狠狠地刺了进去。神仙都死了，不要相信规则。他的身体微微颤抖，眼睛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丝神采，还在临死前对我说了2句莫名其妙的话。他身体砸在地上，发生一声巨大声响。大师兄，这老妇人是个妖怪，还想要吃掉师傅。猪八戒的声音传来，房间中飞出一把9齿钉耙。同一时间，孙悟空一瞬间来到我眼前。大胆妖怪，竟然想吃师傅，吃俺老孙一棒！2把武器刺穿了我的胸口，我的身躯轰然粉碎。庭院同时烟消云散，再次睁开眼，我又回到了天宫之外。就差一点的，马上就能吃到唐僧肉了。声音似乎非常急切，宛如失去神智的恶鬼般催促着我。身后出现一道闪着光亮的大门。去吧，回到阳间。我抬脚正准备走，听到这句话让我停住了脚步。我转过身来，你刚才说的是回到阳间吗？那此地岂不是就是……我明白了，现在这里应该就是地府吧？从上一次来到这里，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每次死后都会出现在这里？规则曾说过，不要轻易相信神仙的话，你头顶上的并不是天庭。既然这里不是天庭，我又想到了一条规则，请杀掉鬼，但请注意，鬼并不在地府，那么此处就应该是神仙的天上宫，死魂的地下坟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只要杀掉鬼，就能获得规则中所谓的线索。我抬头看向头顶，你很聪明，你猜对了2条规则，但遗憾的是，鬼并不在这里，或者说现在还不是鬼出现的时候。你究竟是谁？难道那规则是你制定的？棺材里的东西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自顾自地说道：死而尸体复生者是为鬼，这里并没有你要杀的东西。不过我可以提醒你，能瞒天过海的东西就在你身上，你猜对了，那东西就会出现。他的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大门传出来巨大的吸力，将我生生地拉了回去。当我第3次出现在白狐里，我已经比以往几次都要平静。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能瞒天过海的东西就在我身上，瞒的应该就是唐僧的那几个徒弟。我的身体传来不适感，似乎要变成一个老公公的形象。我强制压下那股冲动，依然保持这副模样。棺材里的那人说的话暗藏玄机，什么伪装才能够骗过他们？
么呢？说到这里，我停住了，因为我突然想到原著里孙悟空每次遇到强大妖怪打不过，都会去找天庭的神仙。差点忘了，上次在天宫的时候，杨戬的皮包裹住了我，正好派上用场。我想到的便是冒充天庭的神仙，我将皮覆盖在自己身上，转眼间就变成了杨戬的模样，只不过身上多了一些血迹，以此来增加可信。这不是杨戬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在这里？真君，你怎么会受伤？这普天之下有几个人能伤到你？孙悟空和猪八戒凑到我身前来关心我，似乎并没有识破我的身份。我途经此地，发现前方有一只吸收千年日月精华的妖精，我观他心存恶念，怕不是要来吃你师傅，于是我便和他缠斗起来。没成想那妖怪竟然不畏惧，甚至将我打伤了。师徒几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之间似乎有些犹豫。我赶紧趁机说道：不过他也被我打伤遁走了，还请几位出手相助，我不知道他逃向哪里了。既然如此，杨戬，你在此保护好我师傅，我们前去看看。孙悟空说完后，便和猪八戒杀僧驾崩离去。这里只剩下我、唐三藏和白龙马，眼下正是我夺取唐僧肉的最好时机。我猛地跳起，狠狠一口朝唐三藏咬去，没想到一种坚硬的口感传来，我愣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唐僧变成了一具枯骨？请仔细甄别，骑着白龙马的未必是唐僧。这条规则浮现在我脑海中，我知道坏事了。你这妖怪三番五次的骗我，看来真是不能放过你。我转过身，一根金箍棒已经捅进了我的腹部，我难以置信地问道：你不是去寻找那怪物了吗？怎么会？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已经暴露了，你伪装成杨戬实在是太愚蠢了。先不说他肉身成圣，谁能伤他？最重要的是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只见孙悟空手中拿出一截断刃，赫然是杨戬的三尖两刃刀。这西行路上怎么可能会出现杨戬呢？杨戬早就死了。不只是杨戬，整个天庭都不可能有活人，我们早就吃光了。我一时间大脑有些转不过来，到底谁才是妖怪啊？然而现实没给我思考时间，因为我的意识已经模糊。3次机会全部都用过了，你失败了，规则加深，你也没有成功。就在刚才，这一切规则我都想通了。难道你的死是你自己有意为之？很多规则我都已经懂了，请杀掉鬼，你将获得重要的线索。但请注意，鬼并不在地府。关于这条规则，你曾经提示过我，你说死而尸体复生者是为鬼。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，这些游一路上谁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呢？最后我想到一个符合的人，那就是我自己。棺材里不再发出任何声音，仿佛是在思考我的说法。我紧接着说道：在我刚开始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我听到你告诉我是一具尸体，点明了我的身份，也就是说，我本身是一具活着的尸体，鬼指的就是我自己。如此悟性，难怪你能想通这所有的关键点，你也是唯一一个存活下来的。你说的时机未到，因为当时才死亡2次，所以直到第3次死亡我才确定这是道家的斩三尸。3次死亡分别对应头颅、胸口、腹部，斩三尸后，修道者方能超脱，只有第3次死亡后，我才能成为真正超脱的鬼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棺材没有发生声音了，我的手里出现一把武器，随手了结了自己。你成功了，成功杀掉了地府的鬼，所以你揭开了最后一条规则，杀掉自己后，你成为了真正的鬼，你可以离开白狐狸，与师徒几人一起去往西天取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你能在不破坏原著的情况下获得唐僧肉，你便能离开西游世界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一直跟在唐僧师徒的身后，随他们走过了许多的地方，最终在达到大雷音寺前，我在凌云渡将唐僧给拉进了水里，将他的肉身给留下。徒弟们，刚刚吓死我了，不知道怎么就掉下去了。师傅，还好你没事，这都快到大雷音寺了，我们快去求取真经吧。最终唐僧的肉身留在了凌云渡，但是孙悟空没了火眼金睛，也没看出来唐僧的异样，他们就这样前往了大雷音寺。如今唐僧的肉身都得到了，或许我也能离开西游世界了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我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取到真经出来。过了几天后，我眼见唐僧他们还没出来，我决定前往里面看看情况。我来到了大雷音寺，发现四周都是寂静无声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但是却有一口棺材，和天宫的那个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为啥这个东西出现在了这里？我眼见它没发出任何声音，我走上前打开了，里面赫然就是唐僧的肉身，我瞬间呆了。这事情真是怪了，唐僧的肉身不是被我给收起来了吗？怎么这里还有一个？我伸出手看向掌心，一阵烟雾飘过，我收起来的唐僧肉身直接消失了。难怪说起在白龙马身上的不一定是唐僧，真正的唐僧肉身原来早就存放在了这里。棺材传来一阵颤抖，一阵光闪过，唐僧竟活生生的站在了我眼前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别来无恙，你通过了所有的劫难，在规则之中活了下来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了吗？西游世界早就崩塌了，这个世界被诡异的规则入侵，我让我徒弟们将我杀掉，以此来超脱出这个世界，拥有制定规则的能力。这个西游路上的所有妖怪都是诡异的规则演化，但是我没想到最后你竟然活了下来，你是一个异术。原来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，那现在我活了下来，是不是证明你失败了？没错，按道理来说最后应该度过81
道劫难，将所有规则都给破掉，这样我就能重建这个世界了。但是现在就差这么一丝就成功了，只能将你的灵魂送走，我和徒弟们再走一遍西游之路。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心情，但是至少来说还是活了下来，而且能够离开西游世界。自从踏上这条路，不知道循环了多少遍了，我也再也没法回头了。每一次的路结果都不一样。时间到了，你也该走了。唐僧将我用光包裹住，我感受到了一股传送之力，一瞬间就消失不见。他也缓缓地飘起，最后化作一道光飞走，去经历下一次的西游取经。